纯人工开凿1000多米深的盐井，开采上来的卤水经过提纯和蒸馏，便成为古代人们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食盐。在早期，人们开凿出的盐井井口大而浅，大多只有几十米深。这种大口浅井的开凿极度消耗人力财力，且只能对较浅层的卤水进行汲取。在北宋庆历年间，聪明的古人就利用省力杠杆原理，发明了冲击式盾钻凿井技术，成功开凿出小口深井。在四川自贡，如今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深井井盐作坊。在电力未被发明的古代，人们是如何汲取1000米深的地下卤水的？这种技术在古代就是妥妥的高科技了。1835年，当时世界上最深盐井深海井凿成，深度超过1000米。古人将锥板固定在一个支点上，悬吊着铁锉至井底，盐工们站在踏板上反复施力踩踏，铁锉不断冲击岩层。历时3年，开凿出了1000米深的深海井。盐井开凿仅是第一步，将卤水打上来，则更加让人感叹古人的智慧。他们将楠竹削去枝丫，在底部用熟牛皮做一个单向的止逆阀，楠竹深入井内，通过集卤桶的重力和卤水的浮力，卤水顶开阀门进入集卤桶内。进入集卤桶的卤水被止逆阀封住，卤水便被打上来了。但装满卤水的集卤桶重达几百斤，聪明的古人可不会用纯人力去拉，于是盐工们又发明了取盐水的天车。天车搭建的越高越好，最高的有118米。因为其外形又享有东方埃菲尔铁塔的美誉，天车上固定一个定滑轮，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也有一个定滑轮来改变力的方向。连接集卤桶的绳子缠绕在木头做的线轮上，真可谓是神仙操作。拉动集卤桶的动力系统，则是100公里消耗1捆草料的水牛，抽取上来的卤水，再被运送至灶房进行蒸馏。刘强是一名制盐工，他有着几十年的制盐经验。在卤水蒸馏的同时，刘强开始用石磨制作豆浆。因为深井卤水杂质较多，豆浆中的蛋白质可以和卤水中的钙镁离子结合形成固态，反复多次，杂质便会被去除。难以想象古人是怎样发明这样的提纯方法的。作坊里燃烧的天然气也是从深井中开采的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利用深井提供的资源。在大火持续加热下，等待水分蒸干，纯白无瑕的食盐便显现出来。四川深井产出食盐富含多种矿物质，这也是在外的四川游子难以忘怀的味道。深海井制盐至今还能完好运作，离不开自贡这群独有的特殊工种——滚工。松木搭建的天车饱经风霜几百年，每年都需要日常检修和更换材料。滚工就是自贡井盐的制造者和守护者。52岁的龙树田正带着他的团队前往检修天车。检修工作十分危险，几周前就有一位同事在准备材料时被切断了手指。龙树田此次必须自己亲自上阵，他们需要徒手爬上100多米高的天车，更换木架的钢丝。在历史上，滚工们爬天车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龙树田的团队也只有一根简单的安全绳。一次检修需要更换数百根捆扎的钢丝，需要2名滚工互相配合，顶着烈日被晒上几个小时。如果感觉到身体状况不对，就需要立刻停止作业。1个小时，龙树田感觉有了中暑的前兆，滚工们只能停止今天的检修工作。自贡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盐都，它的历史正是靠着这些祖祖辈辈的老手艺人坚守而传承下来。